新加坡政府团队的治理呢，其实是非常分层级、精致而复杂的治理。治理不仅仅是硬件，而且很多是软件，是人的思想和人才的精英团队。我们举一个例子，我去新加坡，我朋友做建筑的，有时还从中国引进一些人才，在大楼做地基的时候，层层逐步的去检查，检查之严格之仔细，是世界数一数二的。所以新加坡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很少，遍地高楼大厦，但是很少出现倒塌和施工当中的生命危险。同样的建筑在新加坡建出来质量高，东南亚其他国家还是同样的建筑工人，中国却经常发现倒塌伤亡。为什么？是精致的管理和分层级的管理。为什么我说有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我们就讲下大雨的雨水，新加坡靠近赤道，翻开新闻经常看到雨水比瓢泼还大。刚刚29号下午5点，有人发个视频，水非常大，10天前也有过，但是从来不发生人命。有没有积水，在极个别部位也会有积水，但是1小时左右就排干净。所以我说它严格。我朋友做建筑说，要按100年洪水要高出3米是开始，是地基结束。那么新加坡只是看着外头的这些建设很好，光华高楼大厦，其实新加坡的雨水处理分了地下有5个层级。首先是湿地，种什么草来过滤雨水排到哪去。再往下，你规划一个房子，建一个楼也好，建一个广场也好，建一个商业中心也好，首先要建蓄水池，就是雨水下来是排不掉，要有临时的储藏罐在地下。而地下的下一层是储藏罐和公用系统还要连接，这就不能不提 UPB 还是 BUPB， 就是雨水控制系统。而在这以后还要分项过滤，而且该排向哪排向哪的无数的管道。而在这个管道下几十米下还要做成像地道一样还能进人还能修理的分项里头的小管道和主排水系统。严格讲，看不见的地儿是错综复杂。这就如同新加坡执政团队经营60年来所打造的这种细致的网络结构。而在这个网络结构下，绝对的人性化。我们举一个例子，我去新加坡，我的一个朋友呢跟我讲说呢，他从中国移民，已经是新加坡 citizen， 是新加坡公民。他说，我小孩上小学回到家，中间隔着一条小马路，我总是担心他过马路的时候别让车撞着。我想来想去找谁呢？我就找了社区的议员。而社区的议员是什么角色呢？就像今天在竞选的副总理兼着财政部部长李显龙说，不能丢失这个人才，说得非常在理。踏入政坛以来已经快25年了，这25年来的每一天，我始终都记得一件事：居民的需要永远排在第一位。人问他，你兼这么多职务，怎么来顾及社区呢？他回答，我在这25年了，我依旧为社区服务。这种细致的管理来自于官员和老百姓的连接，所以他的选区制设计的非常合理。这么小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选区，就是让你不能脱离民众，让你的思想和民众的思想有一个纽带，才能知道老百姓要什么。其中这次选举还有一个叫刘雪玲的年轻女士，才30几岁。居民朋友们，
真正的爱，不是看一个人怎么说，而是看一个人怎么做。真正的爱是常年累积，一点一滴。他非常知道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需要什么。他不是只听你来给他灌输、给他讲，而是他要知道你做什么，你要知道我需要什么。对年轻人，所以他说一个人家着火，我是这么做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不要听说什么，要看做什么。而这种细致的管理和多层级的分层是非常重要的。我接着讲，这个人担心小孩，他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这个区议员的义工，就是不拿工资，愿意做义工的，退休的也好啊，或者什么。义工跟他讲你什么事儿，他就把这个地儿不安全，小孩过马路，虽然是条小路，我总是担心等等，把地址什么给他。过了几天，周六放假的时候，在周三四就通知他，周六几点在这个路边，我们来商量这件事。议员就来了，还拿着丈量的尺。他叙述完了，不止他一个人，这个楼上还有别人也有这想法，他都带去了，和他交涉完了。议员说那就这样。没过多久，当他走过马路的时候，看到豁然就在这条小路线出现了斑马线。因为新加坡的路分为两种斑马线，一种没有斑马线，有红绿灯，一种是斑马线，在比较小的境界。他无比感动，他就打电话给这个议员说非常感谢。而议员回答了他两句话：小孩的安全是第一的，家长的放心更重要。你看看这种的选举制和60年执政团队培养出来的那种细节和软件和思想，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的。欧洲不可以，美国、中国不可以，乃至日本也不可以。说到日本，亚洲只有一个地儿的排水系统还可以和新加坡沾上边的，就是日本的大城市东京，再就是德国，再就是瑞士，因为比较严谨，还有可比性，剩下的都没有可比性。而他还给我讲了一个，他说我住的主屋有一段路很黑，缺一个路灯，我也打电话给这个议员了，过几天装上了。我心里想，你这个人事儿很多，你这是赶巧，你福气生在新加坡，你跑到别的国家你试试，你去找一个议员，也许还是个部长，来给你解决个路灯，画2道斑马线，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说，有很多东西它的执行力像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看不见。你再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去访问新加坡，他过去呢在苏联没解体之前合作组织，他在新加坡工作过，他就特别敬佩新加坡，他想打造成像中国苏州、新加坡投资的工业园区一样。而这个其实从构思到现在开始实施，包括大马西投资，需要短则5年开始，长则10年前就开始。但是这是战略性的，牵扯到国家的机密，牵扯到国家的战略投资，也牵扯到商业的秘密，是没法和人民解释的。但是它的缜密性和逻辑性是10年前就开始了，是人们看不见的肉眼。但是它创造的价值和对世界和新加坡的贡献都是很大的，对哈萨克斯坦就更大，甚至对中国都很大，因为它是一带一路的接连。这是需要很早前就思考和考虑的。而维持团队的人员的不流失、不弱化，是软件的关键。不像新加坡马路上穿插的车这么多的人都守规矩，而顺理成章的反而交通非常方便，所有人过马路都排队，其他国家很难做到。这是一个软性的，在人员的稳定上非常重要。所以李显龙很激动地说，
要丧失了这个副总理，丧失了这个部长，他的经验和他正在处理的事情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这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呢，你想的一个副总理、一个财政部长能不参与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事儿吗？不可能。但这个构思是站在很高的位置，10年前就开始了，所以是损失。而这种长时间的治理，美国做不到，都是上了台，也许4年，也许8年，头疼一疼，一头脚疼一脚，连世界顶级的公司，华尔街的都知道。在大学选择人的时候，有时选择10几个要同班的同学，因为他的关系已经确定了，谁是领袖，谁过去就几年大学上下来，他一直就是负责组织的，谁来分工做具体事务，他很熟悉。他有时为了招这个人才，就将10几个人原班的搬到华尔街，这里头的人员是不能改变的。一个团队有的重要的时候，10个人要转换2个人，要磨合很长时间，才能有团队的默契。而没有这种默契，就不可能做到这么细致。一个国家的治理，不仅仅需要硬件，很多大城市硬件很好，监控也很好，照样出现雨水倒灌到铁路，死伤多少人。新加坡看不见的，新加坡在地下的东西，新加坡的纬度和印尼和菲律宾和很多地儿一样，一弄大雨来了，排不掉，人员死伤。所有这一切来自于软件的配合。你到新加坡樟宜机场出关，你就知道，在东南亚有遇上小问题，护照里加上10美金，好解决的很多。但是到了新加坡，严格讲这是犯法，也没有人敢说，就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景象就展现在你面前。外国的记者做过测试，你的东西搁在桌上离开，没有人去拿。这不只是一个记者做过，很多记者做过。只有靠一个润物细无声而多层级细致的政府，才能带好一个国家的国民。而国民整体素质的上升，就会选择有效能够治理国家的团队。而这个团队经过了一代一代，昨天的一期说过60年人们的阶梯式的培养，在关键位置上少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新加坡能走到今天，不只是马路上有监控，有数字化，有科学化，有计算机，有先进技术的管理，还有人们的思想和软件和一代一代培养出来的一个好的执政的团队，有好思想、好理念，多层级的复杂的问题都能够处理。只要新加坡执政团队稳定，能够坚强的和人民站在一起，看我的前几期往前走，什么样的风浪都可以当作风平浪静，不能够产生人员重大的流失和变动，在经营国家管理团队，留下新加坡这颗火种，给世界做一个样板，而也是一个能够让国家治理去学习的，让人们不生活在灾难和恐惧中，人们才是幸福的。因为人生只有这180年。谢谢，拜拜。